类似于想做出那种雷电效果吧，它是一个大硅胶套子，但是呢，套上去以后的效果好像拿了一根大雪糕一样。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招财猫出品的这一套麦克佐德恐龙战队大兽神啊，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吧，毕竟日美版当时推出了2部特摄片吧，翻译也有不同啊。但我们知道，就那个玩意儿，盒子外包装并不大，黑色的底色，白色的线稿，锋绘也是非常简单的。兽王这里有2个硕大的字，但这面造型这谁呀？但其实这一盒拿起来还挺有分量的，里边的东西有很多。怪不得这么死老沉啊！盒子里边带了4大包这个拼装的匣子板材，这也是用板件形式封装的。当然，你可以自行的 DIY， 也可以把它拼成一个格纳库，丰富的玩法，这点好评。纸品方面，一大张的说明书，还有一个工具的指示说明。那这个说明书的变形介绍不能说特别详细吧，也可以形容为毫无卵用。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设计师自嗨式说明书，也就是说，除了设计师，基本上没人看得懂，靠自己研究吧。然后我从盒子里拿出这个玩具以后，这谁？不是说好的大兽神吗？哎，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个啥呀？这个我不太认识这个角色。脚底是2个巨大的爪子，上半身全身漆黑的装甲。头雕的造型来说，充斥着祖国地摊的那个设计风格啊，但是仔细看呢，身上竟然还做了涂装的处理，这些分色做的竟然还挺细的。但是直到我发现还有一个白盒装着一堆补件儿，哎，懂了，反和谐的装甲，换上就行了。鸡贼，太鸡贼了 Nice。来看一下这一回招财猫主打的匣子形态啊，4个方块变完了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也可以和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板件拼起来的匣子放在里边进行互动。其实他能想着把这些配件啊，包括一些魔改的零件融入到本体上，变成匣子的一些填充部件，想法也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我们拆开腿上和尾巴连接的2处扣点，斜着插在这里。然后腿部整个的卷下来，胯部翻下来看，当零件立起来，里边有一个银色的插栓，翻上去，然后进行双折叠，扣在一起。2侧的裙甲、双关节放下来，小爪子拨开。尾巴刚才我们已经折好了，打开里边的多段关节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看到每一节关节应该是像这样往上翘的。打开胸口的肚兜，这里边卡的还挺紧的，然后顺着这里整体的翻出来。然后刚才龙嘴插在这里的这个窟窿啊，把小盖子再盖上，拿出它的挂载武器，打开。插在后边的洞里。好的，恐龙变形完成。双腿的匣子从中间拆分，这2个中间的连接器其实是剑齿虎的一个背炮。我们把这根合金的尾巴往后推，整体的拉开，背炮插上去，从下方这里往开拔，然后从根部的双段关节先旋转过来，拧一下，搓动，卡在一起。前肢放下来，头部放下来，剑齿虎的牙再搁好，腿后肢翻下来，把里边的关节扭一扭。下面3角龙同模具啊，也是滑道往后抠，尾巴翻出来，根部这里旋转球形关节，然后顺着这个地方往上提，再把它变成一个 V 字伸到肚子里，头部放下来，前肢左右的滑道拉长，后边左右滑道拉宽，双腿的成员也就变形完成。
猛犸象武器从这边一分两半，只下拆下一边就行。头顺着这里边拔下来，鼻子立起来，象牙旋转一下，然后把里边的连接位置90度掰下来，后肢进行180度旋转，前肢90度折回来，头部顺着肚子下方的方孔扣上去，掰出来另一边拆下去大炮的这个扣点，卡在大腿上，猛犸象也就完成了。最后翼龙的匣子，这个说明书变形指示特别的混乱，你都不知道咋叠这个翼龙翅膀。给你们一张图，照着我的这个变吧，这样应该是一个最方的处理效果了。左右打开，其实这一次匣子精最大的问题是缺卡扣。招财猫的产品啊，之前我们玩那个漫画大力神也发现了，它身上有一些伪装形态下缺卡扣的问题啊。但是这一次的大兽神，它会在匣子形态下缺卡扣。翅膀完全延展开就是这样的效果了，两边的翅膀延展开，然后进行向下90度旋转，两条腿左右打开，爪子立起来拧个180度，然后胯部劈开，背后的炮先这样折叠拉出来，腾开空间，然后把脖子翻出来，顺着这个关节再落下去，卡住。我们把它 Z 字折叠，再旋转过来，拿出从翅膀拆下来的这两个武器，我们打开，扣在屁股上。好的，翼龙也就完成了。好的，小队全部完成，就是现在的样子了，还是挺有感觉的。接着我们来把它变成合体模式，三角龙，履带全部缩窄，尾巴这里旋转，放平，往前推，剑齿虎武器摘掉，尾巴收纳，四肢收起来。这个轴还是挺紧的。但是招财猫的这一款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变成的这个6轮战车呢，轮子是都可以滚动的，所以剑齿虎甚至可以推车，脚踝往下摆，小腿的盖子抠开。我们把小腿整个的往后折，这里是一个组合的关节，你会发现这里挺紧的，抠不出来。好在呢，招财猫还给你带了一个工具，我们把这个扣点顺着半圆的弧形扣进去，捏着点这个合金腿啊，用这个支臂把它旋转出来，哎，操作起来就很方便了。然后再把这后肢盖上，巨大的插桩把这里连接起来，拿出猛犸象外挂的武器摘掉，头部卸下来，这个位置的卡扣。然后在大象脑壳的后方这里还有一个连接的栓子，把它拔出，肚子侧面这一片甲翻下来，左右打开，顺着这个腿部，这里有双关节，我们把它撸平，肩膀往外拉一点点，然后翻折向上，外侧的银色零件再落下来，胳膊举起来，翻开掌心的两个插桩，后边的这个填补的挡肉板我们就折叠起来，放在后边就可以了。通过这两个插桩，衣服穿上去。胸甲前方有一个黄色的插桩，把它立起来。大象的连接头部零件90度折起来，顺着这个凹槽插进去，黄色的卡孔卡方洞的位置。拿出翼龙的肚兜，翅膀左右打开，头翻出来。刚才我们从猛犸象拆出来的这个连接器 C 扣卡在这儿，
和背后的孔位进行连接。好了，老版形态的搭在一起，效果就是这样了。当然，你也可以进行各种的魔改了，比如说给它增加武装，然后把所有的配件都装上。恐惧源于火力不足是吧？看看这火力，哎呀，炸，太猛了！最后变形，合体的人形，整体的立起来，有那味儿了啊！两只脚收到小腿里，胯部掰平。我完成就是现在的样子，哦，很帅嘛！其实对于老的特摄片的还原度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身上的可动性非常的良好。胳膊平举、旋转、二头肌、手腕、头部、腰部、胯部。都有着不错的活动范围，脚踝左右都有接地，所以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作品。精致的尺寸，在手上来回把玩的时候会非常的享受，造型也很好看，甚至拿起来还很有分量。其实它身上的合金零件并不多，主要也是放在了下半盘的配重。整体的大腿是合金的，小腿部分呢，这两根炮是合金的，剩下全是塑料的材质。但料子方面来说还不错吧，而且整体的质感、涂装的处理都非常的可以啊。当然这还不算完，毕竟合体完成，我们还剩下这么一堆零件。然后开始我们的始源大兽神升级，拿出翼龙，拆下它的头部，左右分开，把这里折叠起来放好，双腿往下，双关节折叠，爪子往后，把刚才的恐龙尾巴拿出来，夹在当中，再拿出翼龙的头，把它夹在尾巴尖的最后一节，炮的根部 Z 字折叠拉长，进行连接。我也是在刚才拼装过程中才发现，这回甚至还有 Z 字折叠的弯腰关节，所以全部拼完的效果，恐惧源于火力不足，在这款大兽神身上是完全不会体现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造型应该是源自于千直链出的那款魔改大兽神吧？但不得不说啊，这造型确实也很帅。然而这一套的配件还不止这些，漂亮的大宝剑它还有一个外套，类似于想做出那种雷电效果吧，它是一个大硅胶套子，但是呢，套上去以后的效果好像拿了一根大雪糕一样，这个画风突然就诡异起来了，所以戴上这个雪糕套子并不好看，我们还是把它摘掉吧。而且合体形态也是增加了造型的替换手，同时配件包里还有2根锁链，这个也是可以把三角龙的龙角发射出去的链子。所以招财猫的这一套恐龙战队啊，合体完的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它融入了非常多的元素，又把匣子的晚点
合体的晚点、魔改的晚点、自行搭配的晚点，甚至匣子形态下还可以完全收纳魔改出来这么多的外挂武器。可以说这一套的晚点十分的丰富，玩家可以自行的选择把它拼成一个大型的透明格纳库来收纳你的小比例迷你大兽神，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总的来说啊，招财猫的产品突出的就是一个可玩性以及高性价比，造型帅气，晚点丰富，做工设计都不错的这一套大兽神，售价竟然才300来块钱。放在如今的小比例第三方市场上来看，这款的价格也算是非常亲民了。其实我看很多网上的朋友们有用这款去对比食玩拼装的大兽神和后续千之恋要推出的那套合体，价格是一方面啊，毕竟那些是有正版授权的。招财猫这一套为什么还有这些防和谐的装甲？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言而喻啊。不管怎么样，300来块钱你可以得到一套还原的大兽神、魔改的帅气大兽神以及防和谐的国创大兽神，何乐而不为呢？甚至于它还有第4种形态的匣子玩法，以及各种板件拼插互动的积木乐趣。总的来说，相当推荐的一套啊。得嘞，这一套招财猫出品的迈克尔佐德恐龙战队大兽神就是这样了。